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走在内湖碧山路，今天来内湖爬山，刚刚爬完了大龙尾山，第二个行程要来造访附近的龙船岩。不过龙船岩登山口那边很不好停车，所以我刚刚开车沿路过来，看到路边有空地，就先停车了。然后走了大概几百公尺，要走往龙船岩的登山口。这里当然比较方便的就是搭小二公车，可以直接抵达登山口那附近。这边的溪涧设有观景平台。这是台北市首座聚落式污水处理设施。蒋市长有亲自来，对，亲自来，然后就在这边这个底下，因为这个工程看起来是很简单，但是呢，里面蛮繁琐的，完全是绿能啊。对对对，然后还有水力发电，24小时。那如果水力发电枯水期的时候，刚好用到太阳能板。然后呢，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时候，它就用到台电，用到台电的几率就会比较小一点。哦，12月到5月对是6日营业。对。绿色旅游示范农场。对，因为那个蒋市长他在推台北近邻101，台北近邻101，那刚好我们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那个，我们挤进去就是说，他3年之内要找到台北101处，不是说只有示范农场哦，它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行业的。哦，我今天有缘进来参观一下。啊，可以。因为刚好我们现在老板娘嘛，刚好老板娘是我粉丝。哦，这边还是猫咪，2只。对。哦，我超喜欢猫咪的，因为我养过。对，就是蒋市长来的时候刚好就是这样子的情况，我赠送给他一颗小西瓜，刚好他来到我们这边。蒋市长。对对对，蒋市长。很高兴他，因为这个也是等于说他振兴我们的那个白石湖的产业，那这也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种的小西瓜。不好意思，这是当天的记者会现场。当天记者会场，对，当天的记者会场是在这边举行。哦，这里算是白石湖休闲农业区的后段。对。所以一般游客以前大家都是比较集中在白石湖吊桥那附近。对。后面这边其实还蛮有看头的。当天的记者会会场。对，就这里。对，就在我们这个现场。现在是休园阶段。对，现在休园阶段。所以今天很运气很好，可以进来参观。那这就是草莓苗。那草莓苗，我们西瓜就是种在这个架上，然后呢，所以西瓜是结在上面。对，所以他们就把它称为绿色小灯泡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草莓苗。12月份我们就开始对外开放。所以还有3、4个月。没有，应该3个月。3个月。做的那个披萨窑。那时候柯市长来我这边的时候，也就是利用我这个地方做一个小市集。哦，柯市长也造访过。有，他来我这边来过5次。哇。对，然后来这边他等于这个场地是属于课外的教室，还有很多团体他喜欢在户外。我们不用是鸡蛋壳做的天然肥料。对，天然肥料。这个就是目前台北市在推动的近邻101，对。然后他都会帮我算出来，我可以减少多少 CO2 的那个，嘿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用香蕉皮做成的那个钾肥，然后这个就是光合菌，然后这个就是蛋壳，然后这个就是堆积的有机肥，这都完全我们等于说没有用化肥，营养3宝。对，蛋壳、厨余、木屑。对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小朋友他们会来我们这边农园教室。对，农园教室，对，省碳减肥这样子的那个，就是说我们自己做的，用我们目前为止的食材。美丽田农园这边种植的草莓，从每年12月到次年的5月都是采收的季节，游客可以上山来这边采草莓。那从5月到12月这段期间，可以预约来这边举办活动。往黄氏古厝300公尺，我继续走往龙船岩。前面这里是小二公车的终点站石坎。小二公车可以从捷运内湖站搭乘，班次还蛮多的，大约20分钟到30分钟一班。
哦，刚好有一班公车来了。正牌旁边这里有石坎聚落的简介。这边的居民大多为世居300年的黄姓家族。此路不通，外车末路。这里有一棵老树。这边有石阶步道。私人宅院，谢绝参观。这是皇室古宅，江夏居，不过谢绝参观，所以我只好在这边回头了。这里有一块非常古朴的石敢当。哇，这是早期的石头厝。这里是龙船岩步道的入口，往龙船岩15分钟。这条路线我已经10几年没走了。前面有一座石砌的筋斗宫，差不多爬了8分钟，抵达月岭干部。左侧这里有一座古老的石砌土地公庙，福德正神。庙后方的登山步道通往附近的开眼山，这边直行的步道往石坎山、大湖街。我现在走往龙船岩，就在前面几十公尺那边，悬崖危险，请勿靠近。我不会太靠近。这边的地貌跟内湖金面山很像，这就是著名的龙船岩。在阳光下，好像是一头白鲸。龙船岩。前面那座山就是开眼山，从龙船岩这里可以俯瞰皇室古宅。行到龙船岩，坐看云起时。哦，刚好遇见一位山友，现成的 model。我现在离开龙船岩了，回到月岭安部了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就循原路下山。我回到步道路口了。哦，公车来了。小外公车的班次还蛮密集的。我回到美丽田农园了。我现在就沿着碧山路走回我的停车处。那我今天的龙船岩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
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